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十字军之王3》。之前有许多粉丝想看我直播玩这款游戏，我就去试了一下，感觉还是非常休闲的。关于这款游戏，我已经直播了好几回了，经常看我直播的粉丝应该有点印象，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水平。很多粉丝想看我出这款游戏的教学视频，但是我的水平还远远不够啊。正好 P 社最近又出了一个新 DLC， 我们就来简单试玩一下吧。它这个 DLC 叫 Legends of the Dead。 在商店里面看了一下介绍，新增的内容主要就是传奇游戏风格啊，有一个正统性，然后是下面这个疾病与哀悼啊，现在这个版本加了一个传染病的机制，然后还有这个葬礼。具体新增了什么机制，我们还是得进了游戏才能知道。本来我是准备玩一下这个小国王穆尔哈德的，但是最近已经玩了太多次了，得换换口味。根据朋友的推荐，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下这个867年的北冥之路剧本啊。朋友非常推荐我去玩这个阿尔弗雷德，我对这一块的历史不是很了解，所以也不知道它具体是做什么的。看它这个难度是困难，感觉就不简单啊。游戏开始前，我们看一下这个北冥之路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是因为2年前这个洛森布里亚国王把这个维京英雄给投进了蛇坑处死，导致了朗纳尔诸子纷纷航向英格兰为父报仇。为什么这个国王要把维京英雄处死，我就不知道了。难道他是想试一试维京人的兵锋吗？总之就是这个昂格鲁萨克逊的诸王已经被打得再起不能了，现在急需一位伟大的英雄来力挽狂澜啊！伯爵阿尔弗雷德开局的时候是18岁，在接下来几年，阿尔弗雷德将会与洛斯人展开无数次战斗，最终终结这次入侵。他在继承了兄长的王位后，他会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英格兰国王之一。你会实现阿尔弗雷德伟大的天命，或者被异教徒大军碾碎。这游戏一进来发现我们就在战争中啊，不过我好像没办法集结部队，那应该和我们没关系了。现在这个防御方是东昂格利亚的小国王，然后另一场战斗是洛森布里亚的。如果我们仅仅是同盟的话，输了应该也没有关系。我们开局好像只有这么一小块地啊，大概一个市那么大吧。开局的介绍里面说我们好像能直接继承兄长的王位，我们来看一下，兄长现在是这个威塞克斯的小国王，然后我们是他的第一继承人。具体怎么继承他的王位我就不知道了，不知道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禅让的说法啊？如果他没法禅让的话，我们可能得用一些手段让他强行禅让给我们。不过看在这个兄长对我们的好感度还是非常高的，我们就先不刀他了，希望他能识大体，早点把这个王位传给我们。开局先简单看一下我们的属性啊，虽然才18岁，但是我们居然有4个技能点，已经超过20了。看来我们有当这个神君的潜质啊，都是一些好特质，而且还有一个聪慧可以遗传给后代。再看一眼老婆怎么样？老婆就比较一般了。开局我们的头衔一共有2个，就是我们这2个小村子，然后可以宣称的地还是挺多的，不过都是我们兄长的地，待会儿他传给我就行了，就没必要去打他了。游戏开局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选择一下这个生活方式。这局我们就走一下这个管理学说啊。管理学说的话，我一般喜欢走这个管理组。这个游戏什么最重要？我觉得还是钱最重要啊。毕竟只要有钱，我们就可以一直折越火星兵过来，这样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打不赢的仗了。只要我们的学说点到这个5之治下，就可以解锁决议，敲诈臣民了。我们前期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靠这个来提供的。说到这边，我突然想起来了，这期视频我好像还没有向粉丝们征收硬币啊。如果按照这个游戏里面的封城税来算的话，
按我现在的粉丝比例，应该是绝对收不齐的。我们这边就放宽一点条件吧，低赋税也才征收2.5%啊。按我现在的粉丝数量来算的话，大伙投个9000硬币就够了。只要本期视频投币超过9000，我立刻给大家更下一集啊。如果大伙实在投不到的话，那我就只能使用这个敲诈成名的决议了，直接强行敲诈一下大伙的硬币了。前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因为是867年，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直接提这个军权啊。开局伪造宣称的话，也只能打一下周围这些小地区了。周围都是一些姻亲兄弟，我也舍不得打，我们就打一些和我们关系比较浅的吧。看了一下这个莫甘努格的兵最少啊，只有457人，那我们直接正当化一下吧。这边用这个主教啊来伪造一下他的宣称。我记得这块地好像也叫格拉摩根来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啊？其他内阁的话，前期好像没什么好做的事，就随便点点吧。可以让这个间谍去找一找情报啊，主要是看看啊这些人有没有什么秘密。我们这边直接点的法兰西岛，这样的话有机会可以敲诈一下这个秃头查理啊。开局能做的事也就这么多了。闲着无聊也可以把这些部队给他驻扎一下，不过加的 buff 基本上没有。我们这边先看一下新版本都加了些什么东西吧。首先是这个传奇种子，我们开局可用的传奇种子有3个，分别是这个亚瑟潘德拉贡的遗产，这个名字很熟悉啊。然后是圣王，这个是我们自己吗？然后就是这个西法挪阿之孙，这个是谁我就不清楚了，他这个历史有点太古老了，应该和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是一个道理吧。我们如果想要激活这些传奇种子的话，得花钱以及达到一定的威望。我们开局这个威望等级还是非常低的，所以现在激活不了。激活之后给的一些修正还是挺可以的，不过具体我也用不到。下面还给我们专门加了一个宫廷史官啊，能给我们加威望以及宫廷显赫度。世界传奇的话，我到现在还没有发掘到，所以先不看了。然后再来看一下它新增的这个葬礼，它居然是和宴会摆在一起的，那应该区别不大吧？我们点一下看看呢。它这个葬礼的意图啊，居然还有谋杀，还有勾引，只能说这个葬礼还是不简单啊。只能说有的时候可能死人比活人有用吧。我是没想明白这个葬礼是怎么能勾引的，到时候有机会我们来试一下。好像不用到时候了，我们开局就有一个已经去世的兄弟啊，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葬礼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这个谋杀啊，直接把我们的兄弟给做掉。不过想了一下还是算了，我们就简单的哀悼一下吧。勾引这一条大家自己 DLC 装了之后自己去测试吧。看这个效果是能给我们刷前程的，那前期花钱买前程也还不错啊，直接开始葬礼。这边我注意到我们这个宝物栏里面居然有一个宝贝，在这个宫廷宝物里面能看到啊，叫湖中剑，给我们加的 buff 还挺多的。下面的描述是，在不列颠几乎所有统治者都曾声称拥有真正的湖中剑，甚至战争费用都是通过出售湖中剑支付的。你一定希望宾客别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把剑。怎么可能？我们这一把绝对是真的。可惜的是，这把宝剑我们只能用来装饰，而不能佩戴啊。到时候等我们有宫廷了，展览一下。很快葬礼就开始了，我们可以先拿到25的威望。首先第一个事件，熟人的哀伤，不知道他在胡言乱语什么啊，反正我们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就行了。第二个选项啊，说的很有哲理呀，只要有生命就有希望，99%的可能获得100前程，还是挺多的，直接拿下。第二个事件，哀悼之心，这个人是悲伤的跟死了一样啊。我们仍然是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
在葬礼的末尾，好像轮到我们发言了。我们可以选择静静的鞠一躬，然后离开。100虔诚。发表演讲，92%的机会获得50正统信。这个正统信也是新 DLC 给的机制啊。说说它美德加好感，这个用处不大。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正统信，我们这个正统信还挺高的，已经到了众望所归的程度啊，能减不少花费的。还能加接受度，到了4级以后的话更好一点。我们可以试着发表演讲，加一下正统性。毕竟虔诚的话，我们可以去朝圣啊。正统性这东西能加的地方不多啊。8%的机会你给我出丑了，这是这么不善言谈吗？只能说这个正统性能扣的地方不多啊，硬是让我们给扣掉了。还好问题不大。很快就到了这个宴会的敬酒环节啊，我们还得给他敬酒啊。这边的话依然是有机会能拿正统信，又是92%的机会啊。刚刚已经扣了25了，我们再试一次，不会还会失败吧？啊，被打动了，总算加回来了。主要也是前期我们根本就没有压力，所以没必要给自己加压力啊。能拿数值就拿数值，这个游戏点数最重要啊。死人真的是比活人有用啊！一下子给我们加这么多虔诚，看来以后我们每逝去一位亲人，我们都得办葬礼啊，比我们朝圣都管用。而且这场葬礼好像让我们的老婆获得了一个弱签制，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大概在谋略里面啊，并不是我的签制，那没事了。这葬礼办完回来，怎么大臣们全消失了？我也没点什么东西啊。那赶紧让我们廷臣去拉人吧，看看有几个女廷臣啊？只有一个，那只能拉一个人来了呀。我们这个应该不算骗婚吧？我是把他拉过来当官的，他应该感谢我们才对啊。游戏才开局没几天就来了一个传染病啊，病人长满疙瘩的皮肤呈现红色，摸起来很痛。他们即使在冷天里也会出汗，眼睛看起来就像麻风病人。人们把这个疾病称之为国王萨洛蒙节。这莫名其妙就给我们调了正统性啊，看来得找一个医生过来了。我们急需一个训练有素的医生。从这个右下角也能看到啊，有一个老鼠的标志啊，把这个鼠点开就能看到这个传染病的位置了。怎么整的和这个瘟疫公司一样啊？它是从这个法国传过来的，跨海传过来的。不过我们这边不是很严重，应该没事。我们现在倒是可以选择2种方式来针对这个传染病，一个是避世隔离，让你和你的至亲对瘟疫更具抗性；还有一个就是封锁首都啊，直接封城。避世隔离的话，应该就是自己先溜了，然后把人民都卖了。封锁首都的话，仅仅是提高首都的抗性。不知道哪个好一点，我们先封城试一下。他这边给我们降了控制力啊，隔离的话倒是给我们降了所有属性，那肯定还是封城好一点。宫廷医生直接给我们找到一个称职度极佳的，那就是他了。有这位高手来帮我们控制瘟疫的话，应该就不会被传染了啊！居然不要花费。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这个伯爵夫人还是得了麻疹啊。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我们激进的治疗一下看看。成功的治疗啊，疾病症状大为减轻。哎，好像我们这个兄长没了呀。他是作战把自己打没了吗？这个兵也直接变成我们的了。这个位置在诺福克，不过我们现在对手好像有点猛啊，我们打不过啊。有队友的话估计能试一试。我们兄长死了之后，我们就直接继承了整个威塞克斯小王国啊，而且我们还成了这个昂格鲁萨克逊的文化领袖，现在是强大的小国王了。目前我们的继承法是男性优先联盟分割继承制，会平分给我们的孩子，所以最好还是少生一点。然后还继承了湖中剑，我们本来就有湖中剑啊，为什么还要继承呢？
还变成了宗族的新族长啊！看来这个兄弟他是不得不死啊，他不死我们还真起不来。简单看了一下现在的局势，我们应该是绝对打不过的，因为这个敌军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就算把雇佣兵拉出来，我们也不够啊，那就算了吧，反正这个仗防御方不是我们，所以投降了也没有任何损失。好像变成这个威塞克斯的国王之后，我们所有内阁又要重新弄了呀。现在这个直辖领地也超了，还是先把这个夫人给他改成管理直辖领地吧。不过他管理也不是特别高。长喜大臣我们先选一个外交比较厉害的，然后财政总管选一个管理比较厉害的，军事统帅来一个勇武最高的啊，军事最高的，间谍领袖来一个谋略最高的，而且关系得好一点。目前我们这个军队居然没有将领啊，那就安排一下吧。不知道我们御驾亲征会不会好一点啊？可能我们的这个兄弟啊，就是自己御驾亲征给自己征没了。虽然我们这一仗是几乎没有机会能打赢的，但是我们还是试一试啊。看一下现在的形势，我们可以先找这个信仰领袖要钱了啊！这个教宗黎格老啊，老登赶紧报点金币给我。这个教宗还是非常大方啊，直接给了我们200多块钱。然后接下来先把这一家解决了吧。这个是劫掠的部队，应该不会掉头来打我们。我们和盟友夹击一下这个雅尔伊瓦尔。这个麻疹应该是给我们的妻子治好了，刚刚还是伯爵夫人呢，现在已经变成小女王了。这边夹击一下多打少，直接给他打溃了。接下来我们就在这边伺机防守一下吧，北边那几个就先不惹了，过去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地封给我们一些得力助手啊，也可以直接封给这个教士。我还是比较喜欢封给教士，因为这样不用思考，可以偷个懒。这边可以创建英格兰王国了，我们直接生成王国也是挺不错的。生成王国的话，我们应该就可以用这个宫廷了，先升级一下啊。我们现在直接变成了新国王了，还赠送了一个旗子给我们，进去看一下。到我们这个宫廷宝物里面来装饰一下，这些旗子全给我挂起来，加的威望还挺多的。挂完这个再挂一个，然后台座这边可以展示一下湖中剑了。我们原来自带了一把，然后我们兄弟又继承了一把给我，我们现在有2把湖中剑啊，这东西看来真的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我现在已经对我们手上这把湖中剑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了，下次不知道能不能在地摊上面批发一点回来。升级成王国之后，我们直辖领地就没超那么多了，我们这边分一个给我们的军事统帅吧，直接授予头衔。把下面这个小岛给他吧，应该对我们来说影响不大，因为他是平民，会导致我们的封臣对我的好感减5啊。给了他一块地之后，他不就不是平民了吗？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持有的公国也太多了，我们只能把这个公国给他销毁头衔了，花400的威望也还可以。在我们的合理管控之下，这个瘟疫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损失了35块钱，但是能获得从疾病中恢复啊。很快我们夫人就给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就起名叫伊丽莎白吧。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儿子，不过只能和这个夫人生了，不能请求离婚。对于追求强度的玩家来说的话，肯定是需要一个能遗传好特质的夫人，但是我们开局已经绑定了，所以就这样吧。突然发现我们这个间谍首脑的好感度有点低啊，那就算了，给他换一个。不想干可以不干，有的是人来干，找一个好感度高一点的。感觉我们现在这个宫廷显赫度还是有点太低了，赶紧给他往上拉一点吧，把这个住宿给他改好一点。
说到这个文化，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科技还没点啊，看一下我们开局的这个文化里面是可以研究一下科技的。我们开局点的这个科技要42年才能研究好，没啥用啊，我可能比较需要这个全体大会，它能给我们加一下有限军权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解锁这个金钱义务了，可以用牵制来要钱，看一下有没有牵制啊。哎，还真有啊！勒索他的话是60%的接受，他是一个不幸者。然后下面这位他是个私生子啊，他100%接受，那直接勒索。好，我们很快2场战斗都已经战败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部队解散了。一解散部队，我们钱就很多了。先不着急大巡游收钱，我们可以先把周围有宣称的地给他打了，直接宣战吧。我们这个部队比他多得多，随便打。宣战之后，我们再次集结部队，然后直接冲他的首都。他要和我们绕没关系啊，随便他绕。这边可以回去打他一下，不然我们这个分刷的有点慢。然后下一个领地的宣称也帮我们造好了，在我们领地上打的话，优势还是挺大的。在占完这块地，他应该就记了。直接给我们发了一个绰号伟大者啊，我们现在是伟大者阿尔弗雷德了，应该只要围下这个城就结束了，或者再找他打一架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正在我们外出打仗的时候，妻子告诉我她怀孕了，希望能给我生一个继承人啊。这个 AI 占地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来回打了几圈，这边直接强制执行要求就行了。我们没有草草结束战斗，又和他打了一仗，没想到给他把国王都给逮到了。但是国王并不能卖钱啊，那就算了，我们直接谈判吧。强制执行要求的话，就直接把这块地吃到手了。但是他还有一块地啊，打完仗之后直接解散。打仗途中我们又升了一级啊，又可以点这个武治之下了，这个是我认为最强的技能了。点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决议里面直接敲诈臣民了。这边勾一下可用时通知，然后看看能敲诈多少钱啊？这个廷臣能炸出190块钱，还是挺富的，直接到手。我们现在已经有600多块了。这局玩到这儿，虽然没做多少事，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把整个不列颠给它统一了。从这个地图上也能看到不列颠尼亚具体有多大，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决议成立一些我们想要变成的国家不过有些太远大了，我们可能要打好多集。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这集就先录这么多吧。如果大家很喜欢看这个十字军之王的话，我就接着给大家做希望大家能多多投币支持一下。